俄袭击北约军事顾问驻地，北约是否会直接介入乌俄战争？新的一年到来，乌俄战争的强度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又出现了进一步升级的趋势。战争的主角或许还要再加上一个北约，不知道俄罗斯是不是没招了？为了不让北约军援乌克兰，开着图95就给基辅的北约军事顾问驻地来了一梭子，造成北约8名高级军事顾问伤亡。俄罗斯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。美国早就警告过俄罗斯，只要俄罗斯对北约的武器运输网或者北约军事情报人员进行攻击，就会遭到美国的反击，不排除以炸弹卡车 F-15对俄罗斯发起攻击，或者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进入乌克兰。只是北约参战就意味着战局扩大，跟北约最初拖垮俄罗斯的目的不太一样。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，北约会不会因此直接介入乌俄战争。乌俄战争之所以能打到现在，北约占一半功劳。只要北约军援不断，乌克兰就不会倒。加上北约军援不断升级，俄罗斯别说赢了，能不能撑住都是两说。俄罗斯也知道这个问题，一直警告北约，你不要再援助乌克兰了，再不收手我就要打人了。军事顾问、情报人员和武器运输网络都要挨打。但是很明显，北约没有搭理他。战出俄罗斯还没动手，感觉胜利有望，没必要招惹北约。结果打到现在，只能在梦里想象胜利。于是俄罗斯动手了。刚进入2023年，俄罗斯就对乌本土发起了导弹袭击。火力军说实话，只要乌俄战争没结束，以后逢年过节的，乌克兰都少不了要挨俄军的导弹打击。只是这次跟之前稍微有些区别，之前导弹都是打击基础设施，这次加上了一个酒店。而且这个酒店门口还挂了一个欧盟的旗帜，各位也可以称其为北约军事顾问驻地。当时北约军事顾问和雇佣兵指挥官在酒店里开秘密会议，讨论怎么揍俄罗斯。结果俄罗斯发现这事儿了，对酒店发起了精确导弹攻击，口径从天而降，命中了这个酒店。虽说乌克兰当地部门第一时间就派出救援队抢救，但根据相关信息，这次北约军事顾问至少有8人伤亡。按照俄罗斯的说法，这次打击仅仅只是开始，下一步还将对来自北约的军事情报人员、军事指挥官等进行针对性打击。而以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来看，确实拦不住俄军的弹道导弹，加上其他的常规导弹干扰防空网，可以说在爱国者抵达乌克兰之前，俄军的导弹威胁一直都在，无法避免。而俄罗斯这样干，属实是没办法了。虽然北约没有亲自动手，但也差不多了。在这次乌俄战争中，有大量的北约情报人员为乌克兰提供情报，俄罗斯遭受的损失可不小。比如美军一直在侦察乌克兰附近俄军情报，美军 RC-135V 侦察机的任务是接收这一地区所有的敌方无线电通信信号。E8C 空地监视飞机负责对目标区域进行反复的雷达扫描，发现地面车辆数量，甚至还有行驶方向和速度。通过这2种先进侦察飞机侦察监控行动，无线电信号情报和车辆情报一汇总，美国就基本上可以获得俄军军事部署情报。而且俄军一些将领和重要官员被弹簧刀刺杀，乌克兰成功袭击俄罗斯本土，以及利用苏联时期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战略机场，背后都是北约的功劳。俄罗斯害怕再拖下去，被揍得连裤衩都不剩了。不过俄罗斯这种精确打击或者说威胁能持续多久不好说了。最常说的一个问题，俄罗斯的精确导弹。俄罗斯导弹袭击的特点是频率低、强度低、数量少，并且很有规律，可以说是选着日子打。比如俄军在前线失败了，这个时候俄军就会来一轮导弹挽回一下面子。最典型的基辅失败、伊久姆失败，以及在赫尔松战略撤退之后，还有就是本土的军事基地遭到乌军袭击以后，俄军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报复性袭击。而且俄军逢年过节都会来一下，比如圣诞节、元旦，还有泽总访问美国等重要日子，俄军也都会发动导弹袭击。这么算下来，袭击的频率其实不太高，而且强度也一般。俄军一般一次发射数十枚到100多枚导弹。乌克兰有24个州，平均一个州都是2-3万平方公里。
如果按20个州计算，平均下来一个州一次挨几枚导弹。要知道，美国暴揍叙利亚的时候，一个机场都发射了数十枚巡航导弹。而俄军之所以频率低、强度低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俄军打击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基础设施。乌克兰修一次炸一次，对乌克兰人民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断电和交通阻断。政治意义要大于军事意义，不需要很频繁。另一个原因就是俄军精确导弹没多少了，这就有一个问题，北约天天说俄军导弹快打光了，那俄军还剩下多少？说实话，火力军也不知道，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，因为俄罗斯不说，谁也猜不出来具体的数量，特别是生产标准可以变动的情况下，毕竟打仗没那么多要求，能用就行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俄军除了将反舰导弹、防空导弹改造为对地打击导弹，以及升级老旧导弹以外，俄罗斯军工集团也在生产新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。乌克兰在基辅附近已经发现了在2022年11月生产的巡航导弹残骸，也就是说，俄军一边改造老旧导弹，一边生产新型导弹。如果数量不够，再加点伊朗的自杀性无人机。这也是为什么乌军一直说俄军导弹要用光了，每一种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都只有100来发了，结果轰炸没停过。俄军还是可以持续发射导弹打击乌克兰目标，并且放话要打击北约军事顾问以及情报人员。不过等到爱国者抵达乌克兰之后，俄罗斯想打基辅也办不到了。只是美国援助的爱国者有限，不能覆盖乌克兰全境，像那些在战线附近的北约军事顾问驻地，大概率是要一直被威胁的。那么俄罗斯袭击北约军事顾问驻地这事儿，会不会演变成俄罗斯和整个北约的冲突？按照美国的意思，乌俄双方打仗，俄罗斯攻击乌军可以，毕竟美国想拦也拦不住。但是你要打北约的武器运输网，或者是北约军事情报人员，那我就揍你。比如开着炸弹卡车 F-15在顿涅茨克、扎波罗热、赫尔松和卢甘斯克的俄控区飞一圈。而且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现在就在乌俄边境待命，处于最高战略状态。其中 M1A2、豹2、挑战者2在内的主战坦克、武装直升机、潜艇和护卫舰，还有 F-15、F-35、F-16台风、E-3预警机和 CH-47重型直升机等装备，随时可以对俄罗斯发动反击行动。再狠一点，美国在东欧国家，特别是在乌克兰部署现代化高超音速导弹集群，在5到10分钟之内就可以直接打进莫斯科和圣彼得堡，实施斩首行动。不过火力军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，俄罗斯战初不想招惹北约，就是害怕北约介入。同样的，北约最初只援助一些单兵武器，也是怕俄罗斯想不开，把那几千个大宝贝扔欧洲。随着战争时间拉长，北约的军援也放开了，毕竟俄罗斯打乌克兰都吃力，更别说开辟另一个战场去找北约麻烦。美国到现在甚至直接修改了对乌俄战争的威胁评估，什么远程打击武器、爱国者，通通都援助给乌克兰，完全不管俄罗斯什么反应。火力军估计在俄罗斯这边也是如此，只要不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，以及驻守在乌克兰边境的北约驻地，或者情报卫星之类的军事目标，北约就不会直接介入乌俄战场。毕竟俄罗斯手里还握着底牌，没必要逼那么紧。俄罗斯这次袭击北约军事顾问驻地也算是一种尝试，看看北约是什么反应，探一下北约的底线。其次，北约最初的目的是拖垮俄罗斯，就跟当初的苏联一样。如果美国或者北约直接介入，一周直接把俄军平推了，普京会不会翻脸不认人是真的不好说。北约也不想冒险，或者各位也可以认为北约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。毕竟俄罗斯早就表示，只要北约武器或者情报人员进入乌克兰，就会成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。北约自家军援升级，自然要做好一定的准备。至于俄军打击北约军事顾问驻地对乌俄战争的影响，火力军认为反而会促使北约加大援助力度，毕竟挨打不还手可不是北约的做法，或者说加速武器抵达的速度，只要防空系统到位，俄军10次空袭失败8次，北约也可以接受。总的来说，俄军打击北约军事顾问驻地算是一种尝试，了解一下北约当前的底线，顺带给北约一个下马威。但这个下马威有没有用另说，
毕竟北约就算不下场，多给点远程打击武器，袭击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机场，也算是给那些牺牲的军事顾问报仇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北约的反应会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